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再来聊一期职业发展。马上 Annual Review Season 就要到了。那看公司，对，有的已经结束了，有的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在这30分钟到45分钟之间，能和老板聊些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思考的机会。我接下来我想跟老板聊些什么话题？就我们之前录过一期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讲了 calibration meeting 是怎么回事，如何去谈升职的一些 expectation， 这些都是在升职发生之前，或者说这个 calibration 进行之前或者之中发生的事情。对，今天主要就是讲在结果已经出来了，你已经 rating rate 好了之后，你老板要跟你谈这个 rating 的时候，里面一些具体细节的时候，你能够做些什么？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Annual review 的时候，老板会给你 set up 一个 one-on-one 嘛？有些老板比如说会 title Annual review，有些老板会利用现成的 one-on-one 跟你进行一个讨论。一般的话就是能分成4个部分，是去年的总结，去年1年的你在老板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在老板和同事眼中的你的一些反馈，再通过钱来说明老板眼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可能就更加 concrete。然后你们2个可以共同的去谈一谈未来1年到多年的展望，可以分成这几部分，然后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细说。先说第一个，去年的总结，相当于是一个看老板心中你项目的重要性的一个机会。大家都说了 OK， 他可能给你布置任务，总归会强调这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你在这个去年 review 的这个 meeting 里面，你会看到真的哪些东西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象，对吧？这部分是很关键的。通过这个机会来看你自己做的项目，你的 expectation 和从上往下的这个 expectation 是不是 align？特别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啊，我是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不是先是有一个 calibration， 对不对？相当于你老板的 peer跟你 calibrate 你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在 calibration meeting 呢也会有 written evidence， 在大家眼中你是不是 exceed， 是不是 meet， 是不是 under meet， 这部分呢有一些 evidence 给所有的人看的嘛，大家 align 的一些比较好的 project，一些 highlight，所以我一般就把这个东西呢 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 到我的 written letter 里面，给我的 employee 的 letter 里面，我自己也不乱加了，对不对？大家都公认的，这是一个好的 project，对，或者 improvement area。这对你未来有什么帮助呢？就是说你在选项目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学习的机会。哪些项目是可能会有更高的 visibility， 哪些项目会有更高的 impact， 甚至说大家对于 impact 各个方面，比如说有10个 matrix， 它会 quote 2-3个，那这几个就有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去为未来选项目去找你的 impact 做准备。当然有看你老板有多认真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老板也可能瞎写，可能没空了，或者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大家也是要擦亮眼睛，然后还是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是要知道这个不同的项目之间有多重要。所以这是去年的一个总结，这样也能够让你自己了解一下你自己去年到底在老板眼中的一些重要的做的重要的 project 是什么。OK， 好，那第二方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些反馈。这个反馈我觉得分成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你的 peer 给你的一些 feedback 也会通过老板 relay 给你嘛，比如说你 coding 老是需要反反复复，对吧？这感觉要被 paper 了。OK， 然后你 Slack 比如说老是 delay in response，对吧？或者你在大的 meeting 里面老是不爱说话，各种各样的都有了，就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 feedback。然后也会有老板的一些自己的 insight。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 opportunities。你可以跟老板讨论一下，现在我们组里面有哪些 project 能够 set up me for success，对吧？你的 opportunity 是什么？这个也是可以老板跟你一起讨论的。对，因为你在自己的 review 里面也会写自己的一个计划嘛，对，这时候可以再去强调一下，因为这是互相的一个反馈嘛，相当于就是说你想做什么，老板想让你做什么，或者你的 peer 眼中你是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大家互相去 calibrate 一下，在这个 meeting 里面，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面对 development area，老板给你这些 feedback 的时候，你一般怎么处理呢？对，还有就是讲这个，一般就是老板会接受他们 training， 不可能直接啪啪啪把你的缺点全部很直白的列在上面，一般就是用那种 sandwich 的这种方式，对吧？
先说你好 I can tell 然后再说话锋一转，对吧 ？In this area we can do a little bit better， 然后最后再鼓励你一下。但这就看你自己抓的重点，比如说你是真的想进行一些提高，那你的 focus 肯定是在当中的那一层 layer， 对吧？可以把前面的选择性忽略，然后就负责当中一块。当中一块分为2个情况，一个是别人说的对，的确是你自己也想改的地方，那你就可以比较真诚的去说 OK， 我也意识到有这些问题，怎么样能够制定一个计划，或者说制定一些 checkpoint 来比较 concrete 的去 move forward。 那另一方面就是 you don't agree， 那么这部分呢，你也不要哑巴吃黄连。对，因为这个我有一个技巧，对你说，就跟上次开会一样的，ask for examples。ask for examples， 是的，这个还真挺有用的，特别是也给老板一些压力，不要让他盲目的去信别人这个所有人的 feedback。有些人可能跟你关系就不好，或者有些人只跟你相处了1次或者2次的这个项目，然后就提了一些有的没的 feedback， 你就让他 ask for example， 比如说哪些情况，然后你甚至可以 offer 一些 counter example。我觉得我在整体的情况下不是这么做的，给一些压力。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一般跟别人说的时候，我都是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我还是觉得没有人well-rounded， 对吧？你就是个圆滑的人，你各个 access 都非常的好，对吧？你又是 communication master， 你又是 coding machine， 对吧？那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但也没有必要就是一直放着自己的短处，而且你可以施展你自己的某一方长处嘛。所以我觉得老板可以说施加一些压力，如果是 peer 的，或者是你老板本身呢，可以 ask for examples。对。第二个呢，就你也可以给自己的一些 opinion， 就是说我可以 improve，但我觉得我自己不一定要成为一个 well-rounded 的人，对吧？我有一些 skill， 我觉得能给 team 给 company 带来 enough value。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可以 look out for，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是 blogger。长板和短板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比较好的结果就压力给到老板那一方，包括我自己原来也是，说我组员就直接说 I don't agree， 然后他说 Can you please provide more examples， 然后我还得回去做一些功课，对吧？去找一些更多的 evidence， 或者take a step back， 对吧？说不好意思，搞错了。对，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既然有一些 ambiguity 或者不清楚的地方，那至少应该把它问清楚。不管是你的老板也好，还是你的 peer 也好，都有必要去进一步的解释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立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我们就讲下面这2项就越来越关键，越来越关键，越来越可量化，因为前面已经过去了。对，而且前面的东西，比如说就是这个都是opinion嘛，就是你这么想，我那么想也不一定。最后2项，一项是 rating， 一项是钱，这个就是 fixed number， 就是真的在这上面，所以我们要重点来展开一下。先说这个 rating，rating 就是你在老板心中的一个位置，也不是说在老板心中嘛，就相当于就是说你在整个组或者整个大组大概的 performance 的 level 在哪里，不管是明说还是暗说，它都是有一个 curve 的分布的，大致是有一个 curve 的分布的。原因就是说很简单，不可能所有人都是 exceed 的，都是最高的 rating， 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是最差的 rating， 对不对？所以它多多少少总归是有一个分布的。那这样呢，你就可以大致的知道去年1年的表现在这个位置里面是在什么情况，包括2方面，一方面是惊喜，对吧？这个没想到自己表现的那么好，另外一方面就是惊吓就没想到自己的 rating 不如自己预想的那么好。不管是惊喜还是惊吓，证明你平时跟你老板的 calibrate 还不够。对，如果惊喜也不太好，证明你 underpaid。对，所以我觉得第一部分就是说拿到这个 rating 的时候，可以问问 rating 是怎么来的，对吧？就是这个 calibration 的过程是怎么样，每个公司可能它的过程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具体的去问问看，有哪些可以去了解的大致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拿到了一个 rating， 你想拿另一个 rating， 那么你可以问一问我和那个 rating 之间的距离有多少，怎么样能够达到，有没有一些 concrete item。这个也是可以用来 push 老板的一部分。你说比如说你拿了 exceed， 但是你觉得你是 greatly exceed，right？ 你就说这2个东西之间的区别是怎么样的，我在哪方面没有显示出 greatly exceed 的这个方法。总结一下，大家一定要问一下老板这个 rating 是怎么来的，每一年的 rating 怎么来的都不一样。我碰到过好的 year，所有人都 exceed， 就是一半人都 exceed， 对不对？组里面一半人都 exceed， 20%-30% 的人 greatly exceed。但比如说今年在 hard years， 那这个
nearly impossible， 对吧？这个 rating 在什么样的 context， 老板的老板给了什么样的 guidance， 老板的大老板给了什么样的 guidance， 你都应该让老板告诉你。特别是在 one-on-one setting 的时候，你说 maybe it's just between us， 对吧？说不定你的老板也愿意 share 更多，所以看你跟他之间的一个 trust， 这个所以一定要问，一定要问。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想要 exceed 的话，或者说你自己觉得是 exceed， 但其实你是 meet， 你问问老板这个 gap 是什么？可能 unfortunately 今年老板就说可能是 curve 或者怎么样，那你也就 understandable， 你自己是 how you get there。那你比如说 next year， 你可以问问老板 how do I get exceed？ 对，至少 put in their head， 就是说 you care。有的时候就有些人不问，我可能觉得好吧，那我也少工作一点，我也没什么工作，我也挺开心的。是的，就是会有这个印象的。对，就在准备这些 conversation 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人会 push 的比较狠，特别 needy。对，真的你就会下意识的去多准备一下这些。有些人觉得 OK，they probably don't care at all。对，那你就会随便的去准备一些。是的，这很难，因为大家的 bandwidth 都是有限的。古人已经说了。会哭的娃有奶吃。好，那我们就来讲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部分，这个钱，对吧？对。一般来说就是会有工资的涨幅，会有奖金，对吧？你怎么不说降幅呢？降幅，降幅由通胀帮你降。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一些新发的股票，大概是这3个部分来构成的。整体呢，科技公司来说，奖金和新发股票还是比较大的一部分，整体这些钱都是跟你的 performance 挂钩的跟你的 rating 来挂钩的，所以呢，也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也是跟之前相关。首先是了解它的一个背景，对吧？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有哪些部分是靠公式算出来的？哪些部分是比如说老板 discretionary 去加的或者减的？这个你可以进行一个了解。大致今年的这个 guideline 是怎么样的？就像 Emma 刚才说的可能好的年份每个人都涨很多，可能差的年份 by default 就是0所以你也不用去争了，对，相当于是这样。你要有了一个背景以后才会不慌嘛，不然你也不知道你这个10%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正好卡在这根线上。是的，而且有不同的老板可能都不一样。我一般会比较 share 比较多的就是公司的 comp philosophy。对，我觉得公司的 comp philosophy 还是挺重要的。我之前在别的这间公司的老板也不说，对吧？糊里糊涂的给我多少钱，我都觉得哇，好像蛮多的，对不对？就是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我后来去了几个公司，发现每个公司的 comp philosophy 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公司他就看你的这个就一个乘数，对吧？你不管怎么样，今年之前的 unvested grant 都不看，之前股票都不看，就给你今年发多少钱。Meta 就是这样，就全部算出来的。是。那比如说有些公司呢，比如说给你看看你还有多少 unvested， 对，给你看看你未来的 midpoint 是多少，对，看你的 midpoint， 你现在到底是在你这个 level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对吧？然后比如说股票涨得很快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多少这个 compensation， 也有可能的，对吧？是的 ，Netflix 比如说是看 industry pay，每个职位，比如说最近 machine learning 比较火，那么 machine learning edge 的 base 就会提升的比较高。是，所以你也可以问一下老板，就是看你自己老板有多。就是对这方面理解有多深了，就是 embrace the company 的comp philosophy 都可以问一问，就是你对公司的这种解读是怎么样？有些公司说自己 pay for performance， 但是这个 comp philosophy 其实完全是 go against it。对，你自己也可以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运作的机制，能让你自己能更好的理解。和 digest 你的 number， 最终你能做的这些事情，目标都是去 calibrate， 对吧 ？calibrate 你自己的 expectation， 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其实说白了，如果增幅不高的话，也是好事，说明你没有被 underpay。如果你的 company philosophy 是大家拉齐到同一个 guideline 的话，就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找到能让自己工作的更舒服的一种状态。因为这东西大部分不是由你自己控制的，也甚至不是你 manager 能够控制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这种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去 be too happy 或者 too sad。是，说实话，如果你的 manager 是 frontline manager 的话，可能也没什么机会调你的 compensation， 调了半天被 director 直接又改回去了。是啊，其实你跟你的 manager， 说实话，我就还是强调，就是说大家基本上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就你成我也成，你涨我也涨，对吧？我知道这些 compensation 是很难启齿的，说实话啊，我也是慢慢脸皮厚了之后嘛。觉得可以谈。那你说你刚工作 manager 关系可能
没有那么亲密的话，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 Total 可以理解，就是 one step at a time， 就是说这些问题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去问，让你更有信心去做这个 first move。那我们刚才讲了去年的总结，然后讲了这个反馈，讲了 rating 和钱，这些呢都是过去的。那最后你在这个 meeting 里面也得放眼未来，可以去讲讲你未来1年或者多年的一个计划，这个部分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相当于不停的提醒自己也好，提醒老板也好 ，OK， 我要往下一个 level 去升，或者说我就想待在现在这个 level， 都是可以的，也是去 align 大家的一个 expectation。是的，所以这部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花点时间在 meeting来之前，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的。比如说，你到底是不是要做 IC， 还是要做 manager，或者你在未来的2年是不是要升到下一个级别，还是说你愿意在这个级别继续游水，这个都应该是你自己提前计划好，并且跟 manager 要说清楚的。最好是在这个 annual conversation 里面。平时也得提，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嘛，对吧？对，就应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大家记得也比较牢一点。是这样子，也会让你 manager 觉得你其实是有目标的人，或者说你思路清晰的人吧，思路清晰的人，对，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对吧？你可以跟他说清楚，我就是不要再给我明年再给我任何 project，或者说我明年即使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仍然想试一试升到甲一级，有多少你是可以帮我的。这其实也是一个 strategic planning 的表现，你自己把你当成一个 project 来 plan 的话，你想去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可以给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你得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别人或者管项目嘛。自己都一团糊涂账，那我怎么能够期望你能领导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对吧？ Exactly。所以这些都是能够表现的一个机会。可能比平时这种更 casual 一些的 one-on-one 可能机会会更好一点。总结一下吧，前面3点，去年的总结和一些反馈，你基本上就是以听为主，然后有一些自己的 opinion 可以和老板 share 一下的。但是对未来1年或多年的职业发展的讨论，是应该你自己思考好，并且在这一次能够比较系统性的跟你老板做一个分享，对吧？你也可以列一下自己的 top priority， 是吧？也挺重要。比如说，我就想跟我老板说。compensation 是最重要的，对吧？Top priority one， whatever can get me there， 对吧？第2个，比如说一定要升职，看看，对吧？第3个，比如说，如果假设在前面2个都很难的情况下，咱能看看有什么可以学的，有个 expand my domain knowledge， 或者 work with more people， get more influence outside of my current domain，对，然后我就需要他来帮助我去把这3个都能做好。你也可以调顺序，第1个是最好的 work-life balance， 也是可以的。我们之前也说过，在美国不要去猜嘛，尽量去比较直接的 communicate 会比较好，而且这又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事情，就把愿望和要求摆在台面上去说，可能效果比让大家互相去猜要好很多。这也是一个成熟的表现，他知道你的 needs 是什么，你知道他的 pinpoint 是什么，你们2个就能更好的在一起工作了。好，那我们今天希望大家 have a nice conversation， 不要有太多惊吓，都是惊喜吧。希望。好，那我们下期讲什么呢？下期来讲投资。好。既然你拿了这个 bonus， 那我们总归要想办法在投资里面花掉它，或者送掉它。对，好，那我们就下次再来讲投资。好，那就先这样，拜拜。